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聊一下肖战的一系列新闻。第一条，肖战成名用了4年，走下顶流呢却只花了7天，4部待播剧成翻盘的关键。第二条，网曝的鹅厂为肖战新剧铺路，众多古装剧提前上档，只为斗罗大陆。第三条，斗罗大陆的选角方面呢，其实还是有一段有趣的背后故事。好，针对3条新闻，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。如今提起肖战的名字呢，可以说很多人都不陌生。毕竟2019年一部《陈情令》呢，不仅陪我们走过了夏天，而且也让肖战和王一博一夜爆红。在这部剧开播之前，肖战呢已经出道了4年，凭借《我的皇帝陛下》中皇叔一角开始崭露头角，而《陈情令》彻底成就了他。肖战成名的背后靠的并不是运气，这背后默默的努力才让他从默默无闻走上了顶流。虽然没有接受过国外的成团打造，然而他身上的气质却更加吸引人，也更加的有看点。在《陈情令》中，将魏无羡一角演技的活灵活现，仿佛从小说中走出来的一般。因魏无羡一角成名之后的肖战人气飙升，一下子就成为了顶流。只是没想到他用4年的辛苦换来的顶流，最终却花了7天的时间就走了下来。都说人怕出名，猪怕壮，这句话呢用在肖战身上再合适不过。成名之后有了自己的粉丝团，原本以为是好事，却因过度的维护偶像，从而给偶像带来了很大的麻烦。而最终呢，肖战不得不出来背锅。因为 AO3 事件呢，肖战的流量可以说是一落千丈。在网络上著名的同人网站 AO3 里面，有一些写手和画手在网上呢上传关于肖战的同人漫画，让很多肖战粉丝开始维护自家偶像。我们这个过程呢就不再详细的讲解了。事件影响之大呢，让肖战和他的工作室也没有想到，连续几天的热搜呢，最终将肖战拉下了顶流。而如今肖战的事业呢，也因为这件事频频受阻，不过呢，他却没有放弃，毕竟还有那么多人在等待他的复出。登上央视重阳节晚会的舞台，就是肖战复出的一个好兆头。而如今肖战更有4部待播剧在手，这也成了他能否成功翻盘的关键。第一部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，这部电视剧是由肖战和杨紫主演的，虽然杀青了很久，却一直未能播出，也可能是受 AO3 事件的影响吧。不过却让很多网友都十分期待，毕竟2个人都有颜值，有演技。杨紫凭借香蜜沉沉烬如霜火了之后呢，人气也是居高不下，因此这部剧也有了爆款的潜质。第二部《斗罗大陆》，这部电视剧是由肖战、吴宣仪等人主演的，只是放了预告片就已经引来了很多人的围观。肖战更是原声台词，这让很多粉丝都惊喜不已。而肖战在剧中的造型也演绎出了大家心中唐三公子的样子，因此这部剧更是众望所归。从他的先导片来看，肖战虽然走下了顶流，但是人气还是很高。第3部《狼殿下》，这部电视剧是由李沁、王大陆等人主演的，肖战在剧中只是男二的角色。而这部剧也已经杀青很久了，却迟迟未能播出。而最近呢，这部剧似乎已经被安排上了，看来距离播出已经不远了。虽然肖战只是男二，但是他的帅气早已力压男主了。第4部《庆余年2》，这部剧去年开播的时候一度成了黑马，而那时候肖战的演技也非常的稚嫩，以至于演技被大家吐槽。如今第2部也已经在筹配中了，并且确定了原班人马出演，那肖战出演的可能性也非常的大。在第2部剧中，严冰云的戏份也会增加很多，成为这部剧中的男二。根据去年火的程度，
再加上原班人马出演，因此这部剧的热度也非常的高。这4部剧每一部热度都相当的高，有望成为热播剧，而他们能否成为爆款，也成了肖战复出能否翻盘的关键。若是火了，那肖战将很有可能重新回归顶流。只希望那时候的他不要再经历不公的事情了。毕竟说到底，肖战其实并没有做错什么，反而表现得很有担当。好，我们再来说一下有关斗罗的事情。其实斗罗大陆呢，这次呢不仅给自己长了脸，还让观众们长了见识。首先事情是这样的，最近肖战的新剧《斗罗大陆》不是频发预告吗？所以就有很多粉丝在想，这部剧是不是要官宣上线了？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给出了爆料，说鹅厂有很多的古装剧连后期都没有做好，就赶鸭子上架了。原因是因为为了给斗罗大陆腾档期。上述2个消息呢，给出了2个点。一是这次鹅厂相当看重斗罗大陆这部电视剧，二是肖战的这部新剧已经赚足了牌面。你想一想，多部剧连后期都没有完善就开始上架了，这牌面还有谁？只不过也是挺拉仇恨的，但谁让鹅厂是金主爸爸呢？其实斗罗这部剧在刚刚宣发的时候是很不被看好的。先说剧本，这部剧呢是3少主动参与了编制的，但即便是这样，也没有办法让观众们相信这部剧的特效能好到哪里去。毕竟有斗破苍穹的斗气化马这样的经典案例在前。然后呢就是演员，当时的2位主演可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名气。当时吴宣仪刚回国发展没多久，也是才开始步入演艺圈，演技什么的都是观众的心病。还有肖战，那个时候他刚出道没多久，名气呢也没有很大，彼时呢还绑着爱豆头衔的他，其实并没有人很在意他的影视作品。说白了，当时剧方就是想邀请2个便宜点的演员，这一点呢官方自己都承认了。当时给观众的解释是，这部剧是玄幻题材，为了能够将特效做好，所以只能将资金都预备在特效上，以至于演员方面就没有细选了。那也不知道是3少的运气好，还是肖战的运气好，这部剧在拍完之后就一直压着没有放出，而等他们想起来的时候，肖战呢已经是目前当红的流量明星了。去年一部《陈情令》带动了肖战的发展，让他成了当红的偶像。可以说斗罗的剧组是赚大了。现在这部剧的热度和反响都很高，虽然前段时间的预告中，观众们看过之后都觉得特效不是那么让人满意，但是不得不说，肖战的魅力已经足以美化这些小问题了。现在有非常多的观众在等待斗罗大陆的上线，几乎是可以预见这部剧终将成为爆款。鹅厂提档其他作品的原因，估计也是想让斗罗能够吃到更好的收视数据。这样的做法呢，也算是在无形之中挺了肖战一把。按照现在的宣发物料速度来看，官方呢是已经有意让这部剧定档上线了。好，我们再来说一下斗罗大陆选角的这种有趣的背后故事。首先呢，斗罗大陆的预告一出，带来的这股热潮到现在依然火热。仔细一看呢，除了肖战自带强大的关注外，制作班底呢也是很强大，导演、编剧、造型、指导都有优秀的代表作和丰富经验。从预告来看，剧情不存在魔改，之前网传的泰山学院完全不存在，依然是史莱克学院。男主唐三的饰演者肖战是原著《斗罗大陆》的作者亲自选定的，没有人比唐家3少更了解唐三。作者对自己的作品是绝对尊重的，作者选男主也会贴合作品人物形象。这些在作者的新书前言里面也提到。最有意思的是，
作者当初在选男主演的时候，书粉强烈要求不要流量，用心做剧，于是作者也已经选了一个帅气的，对吧？没有名气的小明星。没想到呢，陈情令一播，肖战大红特红，真的是让人啼笑皆非。男主呢演技不会多差，肖战呢也是因为作品《陈情令》才火的，而且拍《斗罗大陆》时呢，肖战的演技老师全程跟组，费用呢用在刀尖上。选肖战做男主时，肖战还没有现在的知名度，也没有这么多粉丝，是后边火了之后有投资方加钱，钱呢也花在后期特效制作上。从预告看很燃，据说呢还有后期制作没有完成，不知道成片的效果如何，还是比较期待一下斗罗大陆的，因为这段时间斗罗大陆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，还是希望大家依然等官宣，看斗罗大陆什么时候正式播出。好，今天有关肖战的视频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不要忘了关注我的频道，点赞、分享、转发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